秀女，分明是镇宅神兽。留，正好给朕的后宫辟邪。皇上，这将军生了，老身接生了一辈子，这哪是生孩子，这是生了个哪吒呀！5岁那年，别家姑娘在扑蝶，我扛着表弟在院子里飞奔。10岁那年，我去演武场，被路过的教头夸了一句：“好一副虎背熊腰。”将军，这丫头真是个练武的天才苗子。确实壮，不过壮也不妨碍我的美貌。哎呀，午膳时间到啦！桑桑啊，你要相信，这世上总有人能欣赏你的美。下次是肯定有。唉，桑桑啊，去祖母那儿待段日子吧。祖母，我来啦。这身板好，这身板壮实，最能扛事儿。祖母喜欢。别人绣花，我跟祖母下棋；别人吟诗，我跟祖母读兵书；别人练那弱柳扶风的步态，我去后山跑马。圣旨到！明珠啊，进宫可是个好去处，皇家粮食多啊。爹，您直接说庆幸终于能把我这笔外账甩给皇上了，不就得了？胡说什么？爹是为你高兴。还是得带点实在的。明珠啊，这一去深宫，爹放心，我会种萝卜，怕啥？宣众秀女觐见。我可不能丢了咱老谢家的脸面。这胭脂啊！啊去啊去啊去！宣大理寺卿谢怀远之女谢明珠觐见。这谁家的姑娘生得竟如此壮硕？哪个环节出了错？怎么把这个庞然大物给放进来了？臣女谢明珠参见陛下、太后娘娘。平身。刘，谢氏端庄稳重，甚好，封端妃，居景华宫。臣女谢恩，陛下万岁。我好像听懂他的表情，他这副样子像是在说，反正后宫已经这样了，不如放个镇宅神兽进来辟邪。景华宫是个好地方，虽然破点儿，但它大啊，而且清静。奴才福顺，给端妃娘娘请安。奴婢庆幸见过娘娘。行，那就都留下吧。麻烦你们把这儿清理出来，我有用。福顺，你腿脚不好，就别跑远路了。往后你就帮我记账，管着库房。庆幸，你慢慢说。人活着不容易，没必要折腾人家。嘿嘿，这就是我的日子。我不去给太后请安，反正她看见我就头疼。也不去御花园争奇斗艳，我怕把花急死。
哟，端妃姐姐这是在做什么？好大一股子土腥味儿。种菜，姐姐真是好雅兴。听说陛下入宫至今还没翻过姐姐的牌子。也是，姐姐这身板，怕是陛下消受不起。妹妹说的对，疯子，白瞎了这江南谢氏的出身。娘娘，您别难过。难过，那是最没用的情绪。咱们今晚加餐，吃红烧肉。粪挑回来了，堆墙角就行。等等，臣妾参见陛下。爱妃这是割草呀。起来吧。这地方倒是清静。你看得懂？回陛下，勉强能看懂几成。你祖母是林家的人。陛下知道。林老将军威名赫赫，当年北征大捷，朕还是皇子时便听过他的名号。陪朕下盘棋。臣妾手脏，怕污了圣颜。朕不嫌弃。好嘞。臣妾输了。你没输。臣妾输了。陛下英明神武，棋艺超群。你再这样，是欺君。那臣妾赢了。哈哈哈！你倒是有意思。陛下谬赞。你出身江南谢氏，父亲是当朝大理寺卿，母家又是将门之后，你又这么……朕到景华宫来，总不能再是宠信佞臣，不顾朝政了吧？唉，御史参了朕1个时辰，朕辩不过呢。陛下晾他2天，他就老实了。什么？臣妾觉着好话歹话说多了，其实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为了让听他说话的人多多注意到他。哦，那位大人是急着表忠心，晾晾就好了。臣妾随口说的，陛下别当真。你这萝卜长出来给朕送点。遵旨。陛下翻牌，端妃娘娘。端妃，是那个景华宫像棕熊一样的谢明珠。后宫这下怕是要炸了。
你不过来？陛下累了，早些歇息。开玩笑，那龙床统共就那么大，我这身牌挤上去，怕是半夜能直接把他踹下床去。那起来，到你院子里再下一局吧。10局5-5战平。今日朝堂上那些人吵得朕疼。锦华宫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演。陛下在别处要演？你听说了吗？陛下连着好些日子都往锦华宫钻，全后宫都传遍了，说那端妃肯定会是邪门的媚术，把陛下迷得神魂颠倒的。娘娘，您是不知道，外面那些人传的可难听了，说您会下降头，才把陛下迷住的。我要是有这本事，至于非要让自己长成这副模样？北境那边最近游牧部落不太安分。臣妾入宫时什么都没带，除了这一大包萝卜种子。什么？祖母说过，人都怕饿，要臣妾务必学会自己种粮，无论何时手里都得攥着几把种子，心里才不慌。嘿嘿。可惜臣妾愚笨，学不来别的，只会种萝卜。端妃妹妹好大的架子，姐姐登门拜访，你就蹲在泥地里迎客。这宫里的规矩都被你就着萝卜啃进肚子里了。德妃娘娘要是不嫌土腥味重，就站着说，我这手脏就不给您见礼了。谢明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陛下天天往你这破院子里跑是真看上你了，不过是拿你解闷儿罢了。我今日倒要替太后娘娘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妃嫔本分。陛下，臣妾不知陛下在此，言语无误，求陛下恕罪。臣妾是一时失言，臣妾只是特意过来探望端妃妹妹，一时口不择言，冲撞了陛下和妹妹，求陛下开恩。这变脸的本事，比我种萝卜翻土还快。陛下，娘娘也是一片好心，就是嗓门大了点，您别气，气坏了身子，回头又没力气拔我的萝卜了。锦华宫清静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带着你的人滚出去。臣妾遵旨，臣妾谢陛下恩典。陛下往这儿一坐，比我这镇宅的门神还好使。也就你，被人堵到门口骂了，还能吃得下萝卜。也就你，被人堵到门口骂了，还能吃得下萝卜。那有什么？他骂他的，我的萝卜该长还是长，总不能因为他几句话，萝卜就不甜了不是？陛下，臣妾亲手熬了2个时辰的参汤，特意送来。这哪是后宫红袖添香，这简直就是梁山好汉聚义。陛下，这是在与端妃妹妹讨论军务。东西放下，你出去。你听说了吗？端妃娘娘那是真有妖术，定是在陛下的茶里下了迷魂药。我听到的更玄乎，说那端妃其实是男扮女装的谋士，进宫是专门给陛下出主意夺权的。
下这是怎么了？朕今日在金銮殿上舌战群臣，赢了？输了。要不要试试去拔萝卜？可解压了。拔萝卜？朕可是皇帝。就当体察民情啊，陛下。陛下收着点儿，再拔下去，臣妾这菜园子都要被您拔秃了。不，解气。还挺甜。那是，臣妾亲手种的，能不甜吗？那帮老匹夫，看朕明日怎么收拾他们！打那儿起，他来得更勤了。打那儿起，他来得更勤了。下完棋骂几句朝臣，再去拔我的萝卜出气。没萝卜了，陛下就拔草吧。虽然手感差点，也能将就出出气。快瞧，那就是霍将军。当真是收复失地500里的真英雄。霍将军凯旋而归，老夫敬将军一杯。这大将军霍金哲，人如其名，倒是挺有意思。跟我一样，在这宫宴里都是个异类。哎呀，端妃姐姐恕罪，妹妹方才一时不察，竟冲撞了姐姐。他的脸竟比我想象的还要黑，比我还黑2度。端妃娘娘，多谢将军。他看我的眼神竟然这么平常，这宫里很少有人第一次见我是这种表情。这人挺有意思，眼挺瞎。这是精心策划的劫杀，目标是萧巡。萧巡没在附近，不过我信他定能保自己周全。娘娘，今日祭祖，只有这根沉甸甸的金簪才配得上您的身份。没别的趁手家伙，就靠你了。我这身板跑步费劲儿，不如省点体力，拼死一搏。只要被我刺中一下，再用这几百斤的力气撞过去，一般人都得倒下。娘娘，您那不是剑，带着别动。陛下无碍，受了点轻伤，有随行的太医们看护呢。娘娘安心。我
我就知道那小子命大。我来。娘娘，不可！您是千金之躯，这血腥气没得冲撞了您的凤体。别废话，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千金之躯？再这么留下去，你别当什么大将军了，直接变干尸。放松点儿，你这肉硬的我勒都勒不动。娘娘刚才面对刺客，不害怕？怕啊，怎么不怕？我又不是没长心，刚才那刀离我鼻尖就差1寸。怕有用吗？我得先让你活下来，你活了，我才有命种萝卜。将军身上这旧伤存货不少啊。家常便饭，打仗留下的东西不值一提。巧了，我这儿也有一道。这又是何种凶险留下的？去年秋天种萝卜，锄头使得太顺手，一不小心自己划的。娘娘威武！娘娘，这霍大将军也真够绝的，旁人谢恩送的都是明珠翡翠，他倒好，回北境前特意给您捎来这一大包牛肉，瞧这硬度，砸死人都够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实在。那些金银珠宝能顶什么用？这玩意儿越嚼越香。活不能白干，谢礼也不能白拿。去，把地里那筐刚拔出来的红皮萝卜抬过来。将军客气了，萝卜不值钱，但比牛肉新鲜，败火。若是军中粮草不济，切片筛干也能顶饿。娘娘，您这信写的是不是太寒碜了点儿？行军打仗最怕嗓子冒烟、肚子没粮，这才是救命的东西。抬走，交给将军府的签兵。霍金杰在给朕的军报里还要特意提一句：萝卜收到比军粮好吃，以分发给将士们尝鲜。端妃，你知道后宫嫔妃私通外臣是什么罪名吗？臣妾这信是跟着陛下的奏折走的，一没绕路，二没私传，全天下最尊贵的人都帮我递信了，谁敢说我私通？你倒是钻了朕的空子，这信以后便这样传吧。给，你的萝卜将军又来信了，赶紧拿走。这信上好大一股子塞外的膻味，熏得朕头疼。这叫将士的英雄气。一开始，这位大将军还客气得很，满纸都是虚头巴脑的礼数。娘娘近日身体安好，北境遥祝。尚可。近日锦华宫的萝卜长势与人，倒是将军，北境风大，记得脸上抹点油，别裂了口子，怪疼的。这画的又什么鬼画术？这是臣妾改良版的猪圈设计图。你给镇守边关的大将军记猪圈图？北京冬天冷，牲畜容易冻死。臣妾告诉他，不妨试试这种半地下的暖棚。臣妾在锦华宫后院早试过了，那2头猪住进去之后，睡得直打呼噜，长膘快得很。娘娘，娘娘，华将军的回信到了。这回信倒是比兵部递爵子还快。娘娘，这大将军在信里说什么呢？笑得您都快直不起腰了。他说图纸收到了，已经让人试着建暖棚呢。他还夸我令娘娘画技甚是写意，那头猪画的颇像真的。我这画技自己还不清楚，他这夸的得憋出内伤来吧？霍真秋在最新的军报里提了你上次在信里说的那个粮草运输路线，他带人亲自去看了。我也只是从祖父留下的书里瞧见的，总觉得现在的路线太绕，万一被截断了，那可是要命的。他改了，说你那一笔画的极准，确实有隐患。我若是良将，谁
谁来种萝卜？哟，这信越来越沉，怎么还夹带起这玩意儿了？这是北境的叶子。娘娘，这大将军在信里说，桑桑巡边时所见，北境没有红花，但这红霜叶想让你看看。桑桑，这敏儿除了过世的母亲，多久没人这么叫过我了？青杏，去把锦华宫那棵老槐树下晒干的槐苗收一收。啊，那不是您留着给自己泡水喝的吗？将军常年在塞外，火气也大，装在香囊里给他寄过去，清热凉盐，让他泡水喝，总好过在那生烤。娘娘，这大黄以前还知道偷偷摸摸来翻缸，现在倒好，怀了身孕，直接躺在这儿碰瓷儿了。可不是嘛，他现在精得很，不给鱼那是半步都不肯挪，就在这儿跟我耗着。大黄不偷鱼了，有身孕了，现在直接躺在门口碰瓷，不给鱼不走。将军，北境可有这般厚脸皮的猫？谢明珠，朕发现你现在是越发能耐了。陛下，臣妾又怎么了？你跟朕说话，除了是就是臣妾遵旨，半天憋不出个闷响。可你瞧瞧你跟霍征州写的这信，连这野猫拉屎你都要告诉他。陛下日理万机，听猫拉屎不觉得耽误时辰吗？将军在北京寂寞，这叫解闷儿。你倒是想得周全。想说什么就说，帕子都要被你搅烂了。娘娘，这信是不是太厚了点？那都是些生活琐事，跟陛下说的才叫正事。行军打仗苦得很，总得听点闲话解闷。可奴婢瞧着您跟将军这信回的也太勤了些，这真的是讨论兵法？不然呢？难道讨论绣花？他那手握惯了刀，拿得起绣花针吗？今日萝卜又长高了1寸，想来将军那儿的土豆还是冻死了。下回给他寄点萝卜干。北境的冬夜那么长，总得有个零嘴磨牙。不对劲，我对着一张纸笑什么？算了，不想了。萝卜长得好，我高兴。反正也没什么，就是聊聊天罢了。太妃，轮到你了。你这步棋下的可不像你平日的风格。臣妾今日拔草累着了，眼神不济。萧寻这狐狸平日灵锐的很，怎么最近觉得他有点迟钝？我下棋错漏百出，他竟像完全没发现似的，也不揶揄我了。往日娘娘下棋，那是恨不得把陛下的棋子全吃了，寸土必争，赢了还要损陛下几句。你瞧瞧今日。是啊，娘娘这半晌没落词了，脑子里怕是又在想北边的大风能不能把人吹跑了。该你了。哦，北边最近风大，朕刚才看你那院子里的萝卜叶子都有些发黄了。若是想做萝卜干，得趁着这2天日头好，赶紧收了。多谢陛下提醒，臣妾这2天脑子空得紧，竟把这正事儿给忘了。福顺，别愣着了，叫上青杏，赶紧带人把地里那几垄收了。要是日头过了，这一冬的翠口可就没了。北境初雪，臣随手堆了个雪人，忽想起选秀大殿上娘娘气壮山河之姿，便在雪人头上插了根红萝卜，甚香。插个胡萝卜，这霍惊蛰心也是够大的。坏了，这多少有点不给雇主面子了，我这脖子怕是不想要了。笑什么？
没什么。霍金哲那个糙汉子，除了打仗杀敌，难道还能在信里写出什么笑话逗你开心不成？他说北京的雪下的太大，把军营里的帐篷都给压塌了好几顶。哦，那是挺惨的。镇记的库房里还有一批刚进贡的加厚毛垫，搁在那儿也是落灰生虫。回头你顺便给他寄过去吧，省得那些将士冻坏了。就说是朕赏的。谢主隆恩，臣妾替北京那帮没帐篷住的兄弟们谢过陛下。行了，坐下吧，别傻笑了，傻笑了，牙花子都露出来了，怪吓人。谢明珠，你觉不觉得这景华宫的墙是不是建得太高了点儿？回陛下，臣妾觉得这墙一点都不高，高度正正好好，挡风挡得严实。这要是再低上几寸，臣妾那2头好不容易长膘的肥猪，怕是直接就翻墙跑出去了，那可都是白花花的肉啊！走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北边又打起来了！那帮北地麻子这次疯了，说是举全国之兵30万铁骑压境，把整个北京都给围了。30万！老天爷，那霍将军他肯定会回来。萧巡这时候没人可用。娘娘，有人求见。是陛下过来了，去把那坛子新腌的辣萝卜搬出来。不是陛下，那人穿着一身戎装，就在外头候着。将军，15岁那年刻的。那时候想，将来要是立了功，有了出息，一定要送给将军。我是妃子，这后宫的墙有多厚，你比我清楚。我是陛下的端妃，谢家的女儿。我知道。但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求什么，只是这去北境，30万铁骑压境，生死未卜。有些话，若是现在不说，怕是以后就真的没机会了。将军何必如此？你是大将，出征在即，说这些丧气话作甚？等我回来，若我能活着回来，哪怕拼了这一身战功不要，我也要去向陛下讨个恩典。若回不来，北境的夜空很黑很黑，所以星星特别特别亮，就像你的眼睛。娘娘在这儿坐了几个时辰了，这天都快凉透了。从将军走后就没动过，桌上那根木簪子谁也不敢碰。北京的星星也比这儿亮吗？这上面好像还带着他在北京带回来的风霜。娘娘，回屋吧，您再这么熬下去，身子骨哪能受得住啊？行了，别在这儿跟朕装了，朕知道你没病，你是心口堵着气。陛下圣明，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朕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
等获经者凯旋。到那时，朕会以端妃病重为由，送你去皇家别院静养。过个1年半载，内务部会报一个薨事，到那个时候，朕会给你换个干干净净的身份。陛下，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给皇家抹黑您自己头上。您是一国之君，怎能如此宽容？谢明珠，朕在这龙椅上坐了太久，见过太多人。你是朕在这后宫里唯一一个不想从朕这得到什么的人。别人要权，要宠，要母仪天下，只有你只想要一笼萝卜。几句真话，你把朕当朋友，朕亦如是。端妃这个身份是当年选秀时朕随手一词定下的，那时候朕只图清静，却把你困在了这巴掌大的宫墙里，这是朕欠你的。朕这辈子被困死在这皇位上，进一步是万丈深渊，退一步是尸山血海，早已朕得不到自由，那便成全你，替朕去看看北涧的星星。行了，瞧你这副德行，丑死了！把鼻涕给朕收回去，别蹭在朕身上，衣料贵得很。谢明珠，这天大地大，日后你若真飞出了这宫腔，在那边境过得快活了，忘了朕这个救你于水火的恩人，朕上哪找你算账去？陛下放100个心，我谢明珠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但知恩图报这4个字还是刻在骨子里的，忘不了，这辈子都绝对忘不了。娘娘，北京又传捷报了，霍大将军亲率精骑突袭敌军侧翼，大获全胜。青杏，听见了吗？仗打完了，整个皇宫都在乐。等获经者凯旋回京，这批萝卜长得正好，水灵透亮，到时候咱们炖上一大锅上好的牛肉。娘，说，大将军，说下去。身先士卒，忠服，重上安红啊！娘娘站了几个时辰了，这脚怕是都要冻裂了。娘娘一滴泪都没掉，整个人跟丢了魂一样。桑桑，等我回来。我想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你倒是说完啊！我的心像是被生生掏空了一块，这锦华宫寒风正呼呼的往里灌。陛下，娘娘还是不肯吃，也不肯出声。不吃便先撤下去，别去搅扰他。陛下，天寒地冻，您的龙体……朕就在这坐着，朕欠他的，总得在这陪着。陛下，出征前，他亲口跟我说，让我等他回来，他要问我要个答案。现在他回不来了，那我就不等了。我在这深宫里，自己给自己一个答案。他在给你的那些信里，一直叫你桑桑。这个名儿只有我母亲这样叫过我。陛下，您说他是不是真是个瞎子？人这肉眼凡胎，怎么可能比星星还亮？不许你这么说朕的爱将，他是朕亲自选的大将军，这辈子眼光就没出过错。他说你的眼睛亮，那眼神便好着呢，他不在了，但你还有朕，
只要朕在这皇位上一天，朕就不会让你一个人在这景华宫，更不会让你在这世上孤苦无力。陛下，立后乃国之根本，端妃冒朗啊！这大礼仪之事，怎能让如此女子主理？端妃谢氏入宫2载，不修女德，整日在那景华宫与泥巴为伍，简直无德无才。更何况这母仪天下之资，谢氏如何能担得起？谁若再敢多言半句，朕就收了他的官服，派他去北境替朕那死去的爱将种萝卜。娘娘，您瞧瞧，这凤袍别人穿那是衣裳压人，您穿在这身上那是人压衣裳，真够气派。这礼服加起来少说有几十斤重，还得是咱们娘娘。这分量对我来说刚好，还是这么壮。不过，这皇后的位子，本宫坐得稳。爱妃，不，现在该叫皇后了。你可知外头现在把新皇后传成什么样了？说本宫威武雄壮。传言说皇后娘娘英姿勃发，能一拳打死一头牛。这谣言传的，这牛得多小，才够本宫这一拳打的？桑桑，请。谢陛下。在本宫的地界，谁敢搞这些阴私手段，本宫就让谁去慎刑司试试。吵什么？当这御花园是菜市场吗？既然在这儿不安分，本宫就亲自送你回宫闭门思过。青杏，别看了，带人把那几笼土再翻翻。这天快旱了，户部的粮食靠不住，咱们宫里的存粮得比他们还多才行。是，娘娘，咱们坤宁宫的窖里去年的萝卜干还堆着呢。谢明珠，朕发现你这棋艺真是越老越臭了，这步棋走的简直让朕没眼看。陛下，臣妾看您是眼神越来越差了吧？这么大个陷阱瞧不见，非说臣妾棋臭。哼，朕眼神再差，也闻得出你这萝卜不如从前甜了，定是你种地偷了懒。那是陛下您的嘴越来越刁了，不甜您别吃啊，回头臣妾全都寄给北境的将士们去。谢明珠，朕一直想问你，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不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？陛下这是老糊涂了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们是合伙人。再说了，陛下忘了，咱们可是过命的兄弟。是啊，朕倒是差点忘了，咱们是兄弟。没有夫妻之实，却比这世上任何人都默契，这不挺好？功课落下了便去补，这坤宁宫不留偷懒的人。福顺，送殿下回去。娘娘，这孩子毕竟是那边那位生的，您如此严苛，不怕陛下那边？我不偏不倚，这后宫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，该管的我自然管，不该管的我也绝不伸手，不该管的我也绝不伸手。桑，阿玄，我在呢，一直都在。这辈子把你困在宫里，到底是朕亏了你。说这些废话干什么？咱们不是说好了那是合伙吗？来世我想当你兄长，这样我就能名正言顺地护着你，不让你受这些委屈了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下辈子我等着你来当哥哥。他也走了，又留下我一个人。我又独自活了10年。
陛下恕罪，太皇太后这是油尽灯枯之兆，药石无医了。皇祖母，您且宽心，朕定会召集全天下最好的名医。行了，皇帝，收起你那副快哭的样儿。我这把老骨头撑了72年，够本了，别折腾那些苦水药了，浪费。清醒，奴婢在。娘娘，把那枚木簪取下来，放在枕边。端妃娘娘，你的眼睛比北境的星星还亮。等我回来，为你讨个答案。桑桑，萝卜种的不错。史书上说，端惠皇后谢氏貌丑而得乐，帝后情深意妒，传为佳话。我觉得这说法也没什么不对。这辈子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活得还行，这买卖不亏。